想吃肉。亲娘说，我爹是暗王，全京城最有钱的残废，他现在不想活了，我去了正好给他送终，然后继承亿万家产。王爷，万万不可呀！您若去了，这安王府可怎么办？来得早不如来得巧，刚认亲就能吃席。慢着！哪儿来的脏东西，像个泥猴子！谁家的野种，扔出去，杀了！爹，你这就是外行啦！爹，这孩子叫王爷，爹，还叫王爷怎么上吊？你说什么？唉，特意留的，捆野狗专用，摩擦力老大了。用这个粗糙，摩擦力大，挂上去咔嚓一下，脖子就断了，一点痛苦都没有。爹，你要是不方便，我帮你系。我这人别的不会，打死劫最在行了。哪里冒出来的讨债鬼？继承遗产的关键时刻，可不能掉链子。那个，爹啊，你都要走了，那块玉佩能不能先给我啊？还有那个，看着都挺值钱的。对了，房契地契在哪儿？密码哦不，库房钥匙在谁那儿？您放心去吧，每逢初一15，我会给您烧纸的，肯定让您在下面也是首富。王爷，这血积压3年的玉血，竟被这娃娃气出来了。想继承本王的遗产，你也配？爹，你没死啊？可惜了，这么多血吐出来不也是浪费吗？要不我去拿个碗接着，这血能做毛血刀不？掐死！现在，立刻，马上！圣旨到！陛下急召安王进宫，这就是小郡主吧？陛下说了，要把小郡主也带上。陛下，那就是爷爷喽。听起来是个比爹更大的大腿。好，很好。进宫是吧？那就让皇帝看看这个孙女是个什么德行。连这车帘上的流苏都是珍珠穿的，爹真肥呀，一定要把他熬死。再看，就把你眼珠子挖出来。爹，我是怕这珍珠掉了，帮您看着呢。扔在这自生自灭。想甩掉我，没门儿！这可是进宫面圣、认证身份、锁定遗产求成权的关键时刻。等等我！爹，你别丢下糖糖！
那个坐轮椅的冷面王爷跑得飞快，后面跟着个泥猴子似的小团子。3年了，自从那次大战断腿后，朕这个最骄傲的儿子就废了，一心求死，谁也不见。今天居然为了一个孩子进宫。王爷爷，这就是朕的孙女。地板都是金的，皇宫果然更富。王爷爷，您快救救爹爹吧！爹爹他太苦了。这死丫头又要做什么妖？爹爹穷啊，府里都没米下锅了。刚才在家里，爹爹饿得都要上吊了。他说只有死了才能省下口粮给我吃。什么？胡说八道！本王何时？爹，你别瞒着了。皇爷爷，您看，这是爹爹上吊用的绳子，我都给拿来了。爹爹说，王府的钱都被坏人骗走了，他活着也是拖累。糖糖不想爹死，糖糖宁愿饿肚子，也不要爹死。毕竟爹要是真把钱败光了，我继承个屁呀！残疾王爷被刁奴欺压，心灰意冷，为了女儿省口粮，悲情大喜。混账！堂堂安王府竟然被欺负到这个份上，内务府那帮奴才都该死！父皇，儿臣没闭嘴！朕知道你傲气，不肯说。好孩子，苦了你了，这么小就知道心疼你爹。皇爷爷，糖糖不苦，只要爹有钱吃饭，糖糖吃土都行。来人，赏安王府黄金1万两，赐御膳100道，把那些克扣安王府用度的奴才全给朕杖毙。黄金1万两，发财了！这波卖惨血账，谢谢皇爷爷！皇爷爷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好一个大孝女，这哪里是来认亲的，这分明是来通过气死我，好直接继承遗产的。好啊！皇上，永王求见，说是安王府流落在外的小郡主找到了，正带在身边呢。哦吼，那个假千金，我的好姨母苏妹，带着冒牌货来了。安王府的小郡主找到了。皇爷爷，有人来找糖糖吗？参见父皇。灵儿，快叫皇爷爷。皇爷爷，灵儿好想你呀。这怎么又来一个？哎呀，这哪里来的小乞丐？怎么能在御书房这种地方？好臭啊！陛下，这脏东西别冲撞了龙体。三弟，你这是从哪儿捡来的野丫头？居然带到父皇面前，也不怕丢人现眼？等这个无法无天的大小女被人按在地上摩擦，看她还怎么姨母，你这记性不行啊！我是苏小棠，我娘是你亲姐姐苏映雪。当初不是你把我扔到乱葬岗的吗？陛下明察，这黄毛丫头信口雌黄，灵儿才是安王的亲生骨肉，我有姐姐留下的信物为证。那是我当年给映雪的定情信物。你是野种，我是郡主，你滚开！敢推我！我是只想搞钱的苏小棠，不是任人欺负的软柿子。让你推我！这一身行头都是偷我家的钱买的吧？还给我！这是我的
的，都是我的！小脸人！放肆！哪里来的野丫头敢打本王的侄女？来人，把她拉下去打死！完了，这次玩大了！这眼神是那个杀得敌国档案的战神，他不是废了吗？本王还没死，什么时候安王府的人轮到你们来管教了？虽然是个残废，虽然脾气又臭又硬，但这会儿好像还挺帅。还愣着干什么？那块玉佩也是你的遗产，不抢回来等着过年。好嘞，爹！嗷！这死气沉沉的安王府，终于有点活人气了。虽然这活人气稍微有点费钱，爹说了，这是我的遗产，都是我的。陛下，姐姐临走前把那枚玉佩交给我，千叮万嘱，这是安王当年赠予她的定情信物，里面藏着姐姐亲手写的绝美情诗，设有极为精妙的机关。哦，姐姐说过，这机关只有至亲至爱才能凭直觉打开，若是这野丫头打不开，便足以证明她是冒牌货。父皇，三弟妹当年也是京城有名的才女，她留下的机关定是风雅至极。这野丫头一身市井俗气，只知道要钱，怕是连这玉佩的边儿都摸不透。情诗，我怎么不记得当年给那个女人玉佩时，她有半点深情的样子？只记得她当时看了一眼玉佩，嫌弃不是纯金的。切！姨母，你是不是那些酸掉牙的言情画匾看多了，脑子里全是浆糊？住口！这是你娘对王爷的一片深情。深情个头！我娘说过，这世上最动听的情话只有一句：钱已到账。至于什么情诗，那玩意儿能吃吗？能换大肘子吗？放肆！大殿之上，岂容你满口铜臭？皇爷爷，我试试。要是我打不开刚才夺的金锁、金钗，还有这安王府的继承权，我都不要了。哦，若是打开了呢？那我就要姨母身上那件云锦料子的衣服，那料子这得值50两银子呢，扒下来给我做抹布正好。好，你要是能打开，别说衣服，脑袋给你当球踢都行。我要你的头干嘛？又不值钱。发财发财，招财进宝！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，开！荒唐，简直是！不可能，怎么可能是这种开法？怎么不可能？我娘说了，这叫见钱眼开机关术，只有心怀抱负梦想的人，手速才能达到开启的频率。姨母，看来你还是不够贪啊！有意思，真有意思。来，皇爷爷，请您过目，看看这绝美的情诗写的感人不感人？莫寒啊，这确实是你的笔记吧？朕记得你当年的字就是这么风骨峭伐。除了那个掉进钱眼里的苏映雪，这世上绝无第二个人能干出这种事，身份确实无疑了。但这该死的羞耻感是怎么回事？爹，
你欠我娘1万两黄金。娘不在了，按照大钱律，我就是第1顺位继承人，父债子偿，不对，父债女收。爹，这都4年了，年复1年，怎么也得2万两了吧？您是现结还是打欠条？那纸条上的日期正是姐姐失踪前夕，这不仅证明了苏小棠的身份，更像一记响亮的耳光，抽得我那一套深情论粉碎。什么情诗，什么唯美，原来在姐姐眼里，安王就是个欠钱的大冤主。来人，把这2个欺君侮上、混淆皇室血脉的蠢货插出去。是。陛下饶命，王爷饶命啊！行了，既然误会解开，莫寒，你就带着你的债主回府吧。至于那2万两黄金，你自己想办法。朕虽然有钱，但这毕竟是你的青春损失费嘛。莫寒，你就带着你的债主回府吧。至于那2万两黄金，你自己想办法。朕虽然有钱，但这毕竟是你的青春损失费嘛。爹，等等我，咱们回家算账去。爹，是要现在还钱吗？其实我不挑的，银票也行。想继承遗产？想要那1万两黄金？想，那是我的血汗钱。好，安王府不养闲人，更不养文盲。明天卯时，送你去国子监读书。啥？考不到甲等第1，这张欠条作废；考不到前3，没收所有零食。要是敢逃学，本王就用那根绳子把你吊在王府门口当晴天娃娃。救命！我是来继承遗产当公主的，不是来考清华的。爹，我觉得还可以再商量一下，爹。虽然没死成，但这日子似乎也没那么难爹，御膳呢？王爷爷不是赏了100道菜吗？怎么连个响都没有？御膳房送来至少要1个时辰。至于府里，厨房连老鼠都饿死了，你想吃空气？老奴见过王爷。哟，这就是小郡主吧？刚才听门房说了，小郡主想用膳。唉，王爷明鉴啊，非是老奴不尽力。这几个月，王爷治腿的花销如流水，府中账面上早就空了。别说府膳，就是这晚上的糙米粥，还得去隔壁借米呢。借米？借米？管家伯伯，你这肚子圆的能塞下个西瓜，也是喝粥喝出来的？一个3岁的野丫头懂什么？郡主这是什么话？老奴这是为了王府操劳过度，浮肿。既然郡主不信，来人！这是王府近3年的开支行系。小郡主若是觉得老奴贪墨，尽管查。若是能在这账里查出1两银子的余钱，老奴把脑袋拧下来给您当凳子坐。这账本做的滴水不漏，连户部的老会计来了都得挠头，更别说这字儿都不识几个的小娃娃了。倒要看看这视财如命的小丫头，面对这如山的假账，是哭还是闹？爹，这人是不是傻？我才3岁，让我看账本，这不虐待儿童吗？我不看。小郡主既然看不懂，那就别怪老奴无能为力了。今晚只有冷水馒头，爱吃不吃。慢着，
我是看不懂账本，但我鼻子灵啊。你身上有巨珐楼脆皮烧鹅的味道，还是刚出炉不到半个时辰的，还有这酒味儿。10年陈的女儿红掺了点桂花蜜，只有城南醉仙芝才这么卖，5两银子一壶呢。这野丫头属狗的吧？你说王府没钱买米，你自己却吃香喝辣，这说明什么？几位叔叔，皇爷爷说了，这王府是我的遗产，现在有人偷我的钱，那是欺君之罪吧？郡主此言当真？当真，简直比真金还真。那个屋里查账怎么说来着？对，抄家，给我搜他的身，搜他的房。你敢？我是王府的大管家，是王爷的乳母举荐的人，没有王爷的命令，谁敢动我？动手！除了是我担着，我就不信了，在这个家里还有比我这个寨主更大的。动手！除了是我担着，我就不信了，在这个家里还有比我这个寨主更大的。搜！哇，好多宝贝呀！都是我的，都是我的。哇，这玉佩比我爹那块还好。冤枉啊！那是老奴的提己钱，王爷救命啊！天哪，管家伯伯，你这哪里是管家啊？你这是把王府搬到你房里来了吧？你这日子过得比我爹体面多了。搬出去，全都搬出去！箱子呢？快拿箱子来！怎么？这就是你要继承的遗产？见者有份嘛，爹拿着。这是赃款，不对，这是精神损失费。这老东西吃你的喝你的，还敢拿账本砸我，咱们把他宰了过年吧。第一次有人给我钱，以往那些人要么想骗权，要么想夺命。只有这个女儿，虽然满口遗产，却在夺钱的第一时间分了我一半。王福，本王连药都喝不起的时候，你在吃烧鹅？王爷饶命，老奴只是一时糊涂。多亏姨娘提点，已将安王府库房搬空，只待王爷归西便可。咦，爹，这姨娘是谁啊？是不是那个坏女人苏妹？多亏姨娘提点，已将安王府库房搬空，只待王爷归西便可。咦，爹，这姨娘是谁啊？是不是那个坏女人苏妹？通敌卖主，这是死罪。不仅是贪财，这是把我当傻子耍，当猪宰。拖下去，杖毙，把他的家产全部冲入库房。爹，是入我的库房，你那份刚才已经给你了，不能反悔。随你。好，这个看起来只会撒娇卖萌要遗产的小郡主，才是这王府里最不能惹的主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！抄家果然是致富的最快途径。照这个速度，把王府里那些吃里扒外的蛀虫全抄一遍，我是不是就能提前拿到遗产啦？这里就是安王府，如此乌烟瘴气，成何体统？老夫乃国子监祭酒，奉陛下之命，特来考教小郡主的学问，
既然小郡主精力如此旺盛，那便现在开始吧。若是不通文墨，明日去了国子监也是丢人现眼。比讨债更可怕的东西，补课老师上门了！爹，我现在把钱还给那个死胖子，让他活过来帮我上学，行不行？不行，钱货两定，概不退换。爹，我现在把钱还给那个死胖子，让他活过来帮我上学，行不行？不行，钱货两定，概不退换。有辱斯文，简直有辱斯文！王爷，此女满身铜咒，目无尊长，若是入了国子监，岂不是要坏了那一池圣贤水的清气？老夫绝不同意。老头，你吵到我的钱睡觉了。你听听，你听听。你还真的想缩藏？爹，把这老头插出去吧，我在数金子呢，他挡着我光了。祭酒大人说的也有几分道理。安王府虽不复往日荣光，但也不能送个草包去国子监丢人。谁草包？我那是大智若愚。是吗？既然你说自己不傻，那总该识数吧。若是连基本的算学都不通，这1万两黄金你也算不明白，放在你手里也是浪费，不如充公。哼！你想得美！出题，现在就出！算错一个铜板，我把头拧下来给你当球踢！好个狂妄的黄口小儿！既然你不知天高地厚，那老夫便考考你。听好了，大前北境有驻军10万，需从京城运粮，路途3000里，征发民夫5万，每名民夫负重6斗，每日耗粮2升，大军每日耗粮2000担。若要保证大军1月之粮，除去路上损耗与民夫反常口粮，运抵边关时，实需从京城发粮几何。这哪里是考校一个3岁稚童，这分明是科举算学科的加轴大题，甚至涉及统筹与损耗，稍有不慎便是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。这老东西下手挺狠。等等，民夫也是人，回城不给饭吃吗？还有，这粮草是精米还是糙米？折损率按多少算？还有中间商吃回扣吗？那个死胖子管家以前这种事儿没少干，这得算进成本里啊。按旧例，无回扣，精米速算。哦，那就是理想状态下的模型喽，真不严谨。来人，去算出来。不用那破棍子，太慢。5525 6848，民夫损耗做分5，总成做分子，积分不对，这里用不上积分，直接套公式。时需发粮64万3200担又5斗。这怎么可能？若按现在京城市价，1袋精米1两3文银子，折合白银83万6160两，而且这个运输方案亏大了，简直是败家子！胡言乱语，何来败家一说？笨啊！3000里的路你用人背，民夫吃的比背的还多，为什么不征用牛车？1辆牛车能拉10担，耗粮只有民夫的1半，换成牛车还能再省10万2千两白银。啊！笨啊！3000里的路你用人背，民夫吃的比背的还多，为什么不征用牛车？1辆牛车能拉10担，耗粮只有民夫的1半，换成牛车还能再省10万2千两白银。啊！不可能，带老夫算来，你定是蒙的。去搬吧，都搬我屋里。64万3200担，有5斗，丝毫不差。
连那个零头都对上了，怎么可能心算时息？这简直是妖孽！老头儿，你这也太慢了吧！要是等你算出来，前线的战士早就饿成肉干了。就你这业务能力，怎么帮我皇爷爷管国子监？要是国库让你管，岂不是年年亏空？你羞愤、震惊、自我怀疑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祭酒大人，看来本王的女儿虽然不通文墨，但在爱才这件事上确实天赋异禀。这算学一科还需要修习吗？王爷，此女虽有小聪，但毫无德行，更需入国子监严加管教。切，玩不起。爹，怎么样？没给你丢人吧？那万两黄金是不是可以归我啦？贪财、聪明、不要脸，还真是像极了那个人。不错，耶！既然算账算得这么清楚，那正好，明日去国子监，除了读书，顺便把这些账都给本王收回来。收不回来，你就别想吃饭。对了，不仅要收本金，利息也得按你刚才心算的标准来。爹，您放心，这活儿我熟。咱们亲父女明算账，55分。19。爹，你也太黑了吧！那是本王的本金。哼，那是我凭本事要回来的。苏小棠正等你的名单，却不稀罕。28。啊，46。成交。明天开始，京城那些纨绔子弟要倒大霉了。读书？不存在的，我是来上班的。那是谁家的？安王府的吧？你看那破马车，那个3岁的野丫头，安王疯了吧？送她来国子监。站住！哟，这不是昨天在御书房撒泼打滚的小叫花子吗？殿下，这就是那个把安王气吐血的野丫头。你看她背个算盘，是打算去账房当丫鬟吗？国子监是读书圣地，不是要饭的地方。想进去，行啊，钻过去。若是钻得好看，本王这只金甲大将军赏你根鸡毛当头饰。安王废了3年，安王府早就是京城的笑话。欺负一个没娘疼、爹又不靠谱的野丫头，谁会有心理负担？这鸡真肥，这腿真壮，红烧一定很香，炖汤更是大补。你看什么看？再看，本王让大将军揪烂你的脸！我在看钱。萧元启，你还有脸玩鸡？萧元启，你还有脸玩鸡？这丫头疯了，敢直呼皇长3名讳！放肆！你个野丫头敢直呼本王大名！来人，把她拽下来打死！谁敢？宣和3年5月，你借安王府本金3000两，用于地下斗鸡场翻本，说是借，其实是偷拿了我爹的印章去钱庄支的。那时候我爹刚断腿，
躺在床上动弹不得，你就去偷他的印章，这笔账你逾期2年了。什么啊？皇长孙偷拿安王的印章，3000两。那时候安王不是刚受重伤吗？这也太……还有这种事啊！还有这种事啊！看不出来啊！这种陈年旧账怎么会被翻出来？你胡说八道！本王堂堂皇长孙会缺那3000两银子？证据呢？没证据就是诋毁皇族。要证据是吧？9出13鬼，年复1年，加上逾期麻息、通货膨胀费、精神损失费、跑腿费以及我现在的误工费，一共是18432两银子。抹个零头，给18500两就行。抹零头是往上抹的吗？你这是超高贷，大钱律法不认。哼，超高贷，这可是昨晚孔方正、孔祭酒亲自换算的算法。我爹盖了章，皇爷爷都知道这本账的存在。你要是不服，现在就把孔祭酒叫出来，咱们当面对质。听说昨天这野丫头在御书房把皇爷爷哄得团团转，万一是真的，要是让父王知道自己2年前干的混账事，非打断我的腿不可。我现在没带那么多钱，改天还你。这是承认了，这是承认了。我爹说了，概不删账。没钱还债，那就肉偿吧。没钱还债，那就肉偿吧。干什么？我的大将军，这可是本王花了1000两买的西域神鸡，也就4斤重，肉质有点老。算了，抵你100两利息，剩下的咱们慢慢算。下一个是谁？礼部尚书家的李公子。听说你拿我爹的寒江毒疗图去抵了赌债，户部侍郎家的小儿子。你上个月是不是偷喝了我爹埋在树下的女儿红？快跑！这煞星有点名，这哪是郡主啊？这是阎王爷派来的讨债鬼吧？我欠安王的2两银子不会也被记上了吧？我的大将军，我的面子全没了！哼，一群穷汉！让开！又来一个找茬的权贵。这长相，这气质，还有这标志性的落魄，居然能混得这么惨！好狗不挡道。我看到的不是一个落魄少年，而是一个拥有无限增值潜力的超级绩优股，还是免费的。哥哥，你长得好像那个帮我数钱的账房师傅呀，跟我混吧，包吃包住，这只公鸡给你补身子。这安王府的人都是疯子吗？拿着，这叫安家费。这只鸡的价钱够买我这条贱命100次。我是个连饭都吃不饱的杂役，他给我这个做什么？走啊！愣着干嘛？第一天上工就想偷懒？
这不是安王府那个野丫头吗？居然真敢来，还带着个扫地的。怎么，安王府连个像样的书童都顾不起了，要在路边捡叫花子？你们看他怀里抱的什么鸡？国子监明伦堂带只鸡进来，真是臭不可闻。这种眼神太熟悉了。躲什么？账房要有账房的底气，给我挺直腰板。安静！孔记主特意交代过，绝不能让这满身铜咒的野丫头在国子监好过。国子监乃清修进学之地，岂容污言秽语？既然新来了同窗，规矩不可废。苏小棠，老夫且考考你的底子。盐铁赋开篇即言国之重力，你将论确言之法这一段背诵一遍，若错一字，戒齿10下。背不出，便滚去院中罚站1整日。盐铁赋？那玩意儿晦涩难懂，涉及到极其复杂的国家赋税、关卡折损。别说一个3岁的女童，就是在座的这些10岁少年，能同顺读下来的也没几个。这摆明了是往死里刁难。夫子，这杂役手脚不干净。皇长孙殿下今早刚丢了价值1000金的金甲大将军，转眼就落到了他手里。国子监岂能容忍盗贼？学生请命，立刻将这手脚不干净的下贱胚子乱棍打死。原来是个贼！安王府这是什么眼光？捡个贼当书童？打死他，免得脏了咱们的眼！不知道萧元启的斗鸡是怎么来的，这是那丫头抢的。但此刻所有的脏水和杀意都泼向了我，没有用的。我这种深如草芥的杂役，权贵们想碾死，连个理由都不需要。更何况现在人赃并获，习惯了，只要打不死，就还打死他！打死他！打死他！盐铁赋是吧？不就是算国库的进项吗？背多没意思，我给你算算账。荒谬！经典岂是算账？大钱盐铁官营，沿海主盐，1斤盐的本钱是3文，卖给百姓1斤20文，利润6倍。但这叫赚吗？不，沿途州县设卡36处，层层盘剥，过路费抽走30%，运抵京城，仓储漂没又报损2%，20文的盐，国库只能收进4文。若是开黑店，掌柜敢这么探我的本金，我早把他的腿打折了。这盐铁赋写的不是治国，写的是大钱这帮蛀虫的贪墨明细表。这怎么可能？他报出的折损率和过路费关卡数，竟然与户部上个月成帝内阁的密折分毫不差。这真的是3岁能懂的东西。背完了，接下来咱们算算另一笔账。赵德柱，户部侍郎赵光宗第3子，宣封4年9月，你在长乐坊赌钱输红了眼，找我安王府借了本金5000两。你胡说什么？赵德忠，户部侍郎赵光宗第3子，宣和4年9月，你在长乐坊赌钱输红了眼，找我安王府借了本金5000两。你胡说什么？还不承认？按照当初立下的契书，9出13回，逾期2年不还，连本带利，你现在欠我安王府8360两白银。你一个欠债不还的老赖，连自己兜里的窟窿都填不上，还敢在这里充大头蒜？竖起你们的耳朵听好了，他张不凡是我安王府重金聘请的首席账房先生，他每天经手的流水能把你们这些穷鬼砸死。他会去偷一只4斤重的破鸡，那鸡白送他炖汤他都嫌塞牙缝。赵德珠，你个老赖，不仅欠钱不还，还敢诬陷我的人，拿我的账房当枪使。现在立刻马上给本郡主跪下抵债。8000多两的巨款，要是被我爹知道，非扒了我的皮不好。安王府的印章白纸黑字盖在账本上，那是赖不掉的铁证。郡主饶命，那钱我还，别告诉我爹。堂堂户部侍郎之子，被一个3岁女娃用一张账单逼得当众下跪。那是赵德柱，他给一个杂役下跪。安王府那账本是个什么邪物？算盘一响就让人跪了。他是我13年的人生从未见过的风景，没有讲什么大道理，没有用皇婿身份压人，他就用最世俗、最功利的借口
把我从烂泥地里拉了出来，并在我身上贴了一个安王府私有财产、闲人免动的标签。我是张峰。啊！放肆！简直放肆！苏小棠，你敢在国子监逼迫同窗下跪，此等行径与市井泼皮何异？你不是自诩算账厉害吗？孔祭酒有令，半月之后便是国子监月考。你既然入了国子监，就必须下场。你若不能在算学和策论上堂堂正正赢过灵儿郡主，你就给老夫滚出国子院，并且交出你手里的那本妖账，从此不得踏入长街半步。萧灵儿可是自幼请大儒启蒙的才女，苏小棠一个刚会数数的3岁孩童，怎么可能赢？这摆明了是要借此机会彻底废了安王府的翻盘资本。真的假的？这谁知道？张不凡，我们发财了！哥，这月考代考的生意你接不接？赢了，全京城的欠款，我的抽水再分你半成。哥，这月考代考的生意你接不接？赢了，全京城的欠款，我的抽水再分你半成。代考？他找个杂役代考？我看这安王府是真穷疯了，病急乱投医。习惯了，在这国子监里，我就像一只随时可以被碾死的蝼蚁。他居然想分我半成抽水，疯子！荒唐！滑天下之大稽，国子监月考乃是朝廷选拔栋梁的基石，你一个大字不识的下贱杂役，也敢妄图染指考卷，这是把孔氏人的脸面踩在泥里践踏。把那副漕运折损核算图挂出来，老夫今日就要让这不知天高地厚的丫头看看什么是学问。是。苏小棠，这可是户部尚书去年亲自出的考题，别说他一个扫地的，就算是户部那些拨了半辈子算盘的老吏，看着这图也得算上整整3天。他要是能看懂这上面的一行字，本王今天就当着全堂的面倒立把这方砚台生吞下去！哈哈哈哈！安王府这次是把脸丢尽了，这杂役今日必死无疑。冲撞孔圣人，乱棍打死都是轻的。这可是你说的，少废话，开盘口！我坐庄，压我哥解不出这破图的，1赔1；压我哥能解出的，1赔10，买定离手。有种的就拿钱砸我，别光动嘴皮子。白捡的钱，不要白不要。这野丫头是来散财的吧？快走！本王压他是个废物，解不出，我压500两；解不出，我压1000两银票。我把这块玉扳指压上。他甚至都没有问过我一句到底会不会算，就把后背交给了我。哼，装模作样。他连算竹都不用，他写的这是什么算法？没有天干地支，直接列阵。解好了。一模一样，和户部尚书给出的标准答案分毫不差。怎么可能？瞎猫碰上死耗子。那种化繁为简的独创算法，不仅精确，而且将原本需要3天的珠算步骤缩短到了极致。不对，这图上的题出错了。什么？图卷第3行引用9章算术商工篇推扫梁船体积，但出题人显然连最基础的方教与圆臀的容量公式都背混了，将方教公式操用在圆底梁船上，导致漕运折损的基数硬生生少算了2成。连题目都错漏百出，也配拿出来考教学问？这就是你们所谓的脸面。真的写错了，
户部尚书亲自出的题，居然连基础公式都套错了，而满朝文武竟然没有一个人看出来。哥哥威武，天神下凡，财神爷附体。承让承让，多谢各位老板打赏。这大清早的，诸位不仅来听课，还顺带扶贫，真是大善人啊！我的玉佩，我这个月的月银全没了。堂兄，图解出来了，你是打算红烧这方砚台，还是清蒸？你敢逼本王？怎么输不起？老赖！怎么输不起？老赖！一个下贱杂役，也敢用胡编乱造的算术蒙骗本王！来人，把这偷鸡又作弊的贼人拿下，乱棍打死！人在国足间，这群权贵解决我比踩扁一只蚂蚁还容易，但我不能退。哥，教他们，尽管打，打坏了我用利息给他们出药费。住手！狂妄小儿，胡乱涂鸦，竟敢妄言户部尚书的题卷有错！国子监乃圣贤之地，容不下这等狂悖之徒，打折手脚，扔进诏狱。就是。一个扫地的懂什么9章算术，肯定是瞎猫碰死耗子蒙的。打折他！这等杂役活着也是浪费米粮。皇爷爷，救命啊！有人要抢你的钱啦！放肆！拜见吾皇万岁！陛下怎么会微服出巡？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？皇爷爷，他们赖账不还钱，还骂我是要饭的，不仅说我姓舒的让方先生是贼，还要把他打死。您的孙子说好了要生吞燕板，现在也不吞了，他欺君。皇爷爷，他们赖账不还钱，还骂我是要饭的，不仅说我姓舒的让方先生是贼，还要把他打死。您的孙子说好了要生吞燕板，现在也不吞了，他欺君。袁启，你要打死谁？皇爷爷明鉴，是这不是小郡主伙同一个谏议作弊，辱骂夫子，污蔑朝廷命官出的考卷。孙儿只是维护国子监清誉。精妙绝伦，旷世奇才。洪继久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如此浅显的算法谬误，旁人一眼便能识破，你却浑然不觉。户部重臣耗时整日，竟不如一位布衣用心，尔等实在失职。愿赌服输，既然输了，那方砚台你便亲自擦拭干净，若有半点怠慢，严惩不贷。皇爷爷，天，我乃皇长孙，我乃皇长孙。拿着，刚才说好的，分你半成。从今往后，我的命便是他的。不对，这等常用的仓储折损公式，就算是户部刚入职的书工也不会弄错。臣不知，30个劳力齐算，不可能看不出这个错漏。这绝非算错，将原屯按方教计算，
基数便凭空多出2成，这是借损耗之名私吞北境大军的军饷粮草。贪墨军饷乃是株连9族的大罪，绝非寻常争论。黄爷爷，那个，既然我哥帮您查出了这么大的贪腐案，挽回了上百万两的损失，这追回的赃款，您看能不能按10%给我结一下反贪奖金？反贪奖金？朕的国库都被这群蛀虫搬空了，你还敢来薅朕的羊毛？想要钱，自己去抄，持朕金牌令箭，龙良卫任你调遣，给朕把户部查个底朝天。查出来的赃款，朕分你1成。诸位，新鲜出炉的免死金牌，开过光的，摸一下10两银子，包年98折。要不要沾沾喜气，保佑你们老爹不被抄家？陆叔叔，搞快点，去晚了赵老头该把金子融成尿壶了。小郡主，他在销毁账册，这气味是宣纸与墨燃烧的味道。哼，此地无银300两。陆叔叔，开门，文明点儿，别把门板踹裂了，那可都是我的遗产，不对，是我的奖金。圣上误我，圣上误我呀！老夫呕心沥血整理户部历年弊端，正欲上奏，不料老徒昏聩，竟走水烧了书房。老夫正痛心疾首，尔等竟持兵戈入室，是要羞辱这一门清廉吗？小郡主，库房里除了几袋糙米和2捆柴火，1两银子都没搜出来，地窖也空了。这老狐狸早有防备，若是搜不到实证，明早文官的唾沫星子能把安王府淹了。一群毛头小子跟老夫斗，我早把家产转移干净。好个黄毛丫头，拿着鸡毛当令箭！你要抄家？好啊，老夫今日便撞死在这石柱上，看天下读书人如何口诛笔伐你那个残废爹！老头儿演过头了。哼，哥，别管那些了，请你帮这位大人好好算一算这尚书府的耗费明细。大前正一品官员，岁俸10080两。赵大人入朝30载，不吃不喝，合计30万两钱银。正堂立柱，外是普通漆料，内里实为珍稀金丝楠木，一根市价25000两。此处共有12根，共计30万两。这院里的假山石看似寻常，实则是江南特供的太湖奇石，一石运费1两银。这片石阵光运费便要6万两。天啊！这赵府金丝楠木做柱子，还说没钱，这一根柱子够咱们全城吃1年肉了。乖乖，那是祖上余荫，先祖随先帝征战，这乃是朝廷赏赐。你们无凭无据，怎能私闯民宅？要证据是吧？要证据是吧？陆叔叔，这种空心墙一般怎么开？空心墙？你想干什么？这是老夫的祖宅，你敢动我一砖一瓦，老夫就……我就拆，我就拆！发财了！心理素质真差，陆叔叔还愣着干嘛？拿秤，拿箱子，快去！快把我的奖金装起来！贪官死有余辜！抄得好，安王府小郡主是活阎王。
尘，一定是压箱底的大宝石。别动！从未见过张不凡这种表情。这个赵光宗不仅仅是贪官，他还是3年前那场几乎埋葬了我爹，让安王府坠入地狱的投敌帮凶。这个赵光宗，他还是3年前那场几乎埋葬了我爹，让安王府坠入地狱的投敌帮凶。启禀王爷，据探子来报，小郡主砸了户部尚书府的正堂，砸出了5万两金砖。赵光宗吐血昏迷。好得很。本王还没死，他就急着去国子监开盘口，抄朝廷正一品大员的家。这大孝女真当满朝文武是纸糊的？备好家法，等他滚回来，本王今日非打折他的腿。爹，别装死了，我把你将家产输给永王的欠条找着了，赶紧的，把你剩下的私房钱都过户给我，完了这宅子就要抵债了。小郡主疯了！王爷本就在气头上，他不仅不知错，还敢当面咒王爷破产死绝，这简直是在阎王爷的生死簿上跳舞！混账东西！本王今天非抽你不可！跪下！少吓唬人！3年前，10万北境铁骑全军覆没，我的双腿也被敌军的马蹄应声踩断。我找了3年的真相，此刻就在这张羊皮纸上。原来不是敌军狡诈，而是我的好兄弟永王萧玄联手户部尚书，将我推路的粮草和伏击点尽数卖给了外敌。国仇家恨，10万亡魂的惨叫在耳边凄厉回响，如岩浆般炽热的悲愤在疯狂撕咬。看清没？这烂摊子本宝宝可不继承，赶紧立遗嘱，钱归我，债你背，咱们父女明算账。你放心去，明年的今天我会多给你烧2个纸糊的大元宝的。本王不死，轮不到你这逆女尽孝！看清没？这烂摊子本宝宝可不继承，赶紧立遗嘱，钱归我，债你背，咱们父女明算账。你放心去，明年的今天我会多给你烧2个纸糊的大元宝的。王爷归天了！这么不争气，遗产是不是可以直接交接了？让王爷整整3年，连太医院院主都束手无犯的经脉死结，竟被小郡主气出的这口郁结毒血，连带着破防的绝顶怒气，硬生生冲开了。哇哦，爹，你诈尸了！哇哦，爹，你诈尸了！你内力这么高，去天桥底下表演胸口碎大鼠，一天能赚多少钱？55分账干不干？废了3年的腿，有知觉了。想分账？哼，好，本王就先用仇人的血给你筑一座金山。
王爷，立刻封锁城门，调集所有私兵，拿本王虎符去京郊大营调兵，不惜一切代价，今夜踏平安王府。外面的叛军兄弟听着，你们已经被我一个人包围了。现在办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超级套餐，只要9980，包你们人头不落地哦！支持银票地契，当场结算。破门！拿下那废物护女2人，寻出布防图，即刻销毁，一只苍蝇都不能放出去！兵部虎符，萧莫寒，你个缩头乌龟，死到临头，居然只敢让这3岁的野丫头出来挡箭！本王今日就让你的遗产没人继承！爹，永王说你的棺材本只配给他当擦脚布，他还要抢我刚赚回来的金砖，你管不管啦？你的腿，你居然站起来了，这绝不可能！你杀了他，给本王乱刀砍死他！本王站起来，就是为了给我女儿筑金山的，你算是什么东西？末将参见战神。参见战神。大势已去。各位叔伯，造反未遂也重罪哦，免死金牌摸一次1万两，看在我爹的面子上打个8折，支持嫡妻抵押和分期付款哦，手快有手慢无啊！前面那位小胡子叔叔，我看你印堂发黑，必须摸2下转运。这是刚才那个差点被射成筛子的小郡主，他怎么在卖免死金牌？我跪在这里是认主归宗，还是来逛庙会的？苏小棠，给本王滚回来！王爷且慢，末将今夜接到兵部调令前，在城郊截获此物。这是苏映雪当年失踪时贴身佩戴的玉镯。此事咽气前交代，若王爷站不起来，3日后便让您去断肠崖给王妃收尸。娘还活着，娘还活着。带小棠走，若本王3日后回不来，安王府地契和所有家产全归他。去啊，去送死啊！断肠崖底是本王为你精心准备的天罗地网，那里藏着本王还养的3000死士，外加整整10万斤黑火药。你那铜臭婆娘，此刻正被铁链吊在崖壁上吹冷风。只要你敢踏入断肠崖半步，
本王保证火药立刻引爆，让你们一家三口在阴曹地府整整齐齐的团聚。王爷不可！您双腿出狱，这分明是萧玄那狗贼的诱杀之举。大前不能没有战神，末将愿率死字营代王爷赴死。末将愿代王爷赴死。哭什么丧？我爹还没断气呢，揍谁破产呢？爹，你被这老登骗了。我娘当年为了换全聚德10只烤鸭，早就把真玉镯给当了。真玉镯上有一处被我亲口咬崩的缺口，那还是我用来试烤鸭硬度时崩掉的。这个滑不溜秋、做工粗糙的玩意儿，绝对是街头2文钱批发的地摊假货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那是本王花了3000两银子找天下第一玉雕师仿。咦，这假货里面还密密麻麻刻着字呢，像个密码本。微雕暗记：断肠崖底地宫，存永王司库赤金100万两，绝版字画100箱，题款暗号天王盖地虎。好一个苏映雪，连跑路都不忘顺手设个局坑本王一把。好一个苏映雪，连跑路都不忘顺手设个局坑本王一把。传本王将令，全军听令，立刻去户部大牢，把所有用来装草料的麻袋全给本王抄出来，随本王去断肠崖。此字营听令，誓死追随王爷去断肠崖进货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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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还是大前朝最精锐的那支无敌铁军吗？退后！这是我亲娘，她怎么比我还会拿？娘，你欠我的抚养费是不是该结一下了？苏映雪，老公，好久不见，你腿好了，恭喜恭喜啊！娘，见面礼呢？我可是你亲闺女。还愣着干嘛？妈，我娘虽然先到，但她欠我抚养费，她那份也是我的。等等，这是我先发现的，先到先得。娘，你这是偷！我可是拿着御赐金牌来抄家的，合法合规。王妃，这是安王府的麻袋，您装进去的金子算王府资产，按律夫妻共同财产，1人1半。张不凡，你到底是哪边的？好小子，有前途，跟我混吧。我是郡主的账房。闺女，这人借我10两天。不行，他是我的。娘，你欠我的抚养费，利息也得算上。1万、10万、100万，哥，10%的反摊提成，咱们能在京城买下整条长乐街，天天收租金。王妃，这是赃款。见者有份，你吃肉，
竟连口汤都不分给我。本王的钱只留给自家人。我是一个快乐的小算盘。停！安王萧莫寒无照调动京郊大营，意图谋反，乱臣贼子，人人得而诛之。御林军听令，放箭！王站起来了，战神回来了！谋反你个头！本宝宝奉皇爷爷旨意，带兵合法进货，全都是正规手续，瞎了你的狗眼！一派胡言！寻常货物怎会动用3000重甲守卫？你们分明是趁夜搬空内库，赃物定然就在车上。嫌不够亮是吧，哥？开袋放货！这怎么可能？王妃，贪没本王军饷，可是要肉偿的。我捡的，这是地里长出来的。张不凡，记下来！老登当众非礼，破坏市容，罚款500两，从他私房钱里扣。张不凡，记下来！老登当众非礼，破坏市容，罚款500两，从他私房钱里扣。老登非礼王妃，扣银500两。永王司库抄完了，100万两赤金分文不少，10%的反贪抽成10万两黄金，现在结账概不赊欠。另外，我们在永王地方不仅发现了钱，还发现了这个国子监历年科举与月考的买提名单，上面有您的好儿媳苏妹，还有萧灵儿的名字。2万两银子买一套考题，真有钱啊！大胆！科举乃国之根本，这群蛀虫竟敢动摇大钱根基！陛下明鉴，灵儿自幼苦读，绝无作弊。这分明是安王府为了掩盖苏小棠月考必输的定局，故意伪造证据，栽赃陷害。一个3岁野丫头，也敢在圣上面前拿假名册构陷皇亲，罪该万死！我娘当年跳冰河救了我爹，你偷了他的玉佩冒领功劳，还顺走了他的钱袋子。这笔账今天当着皇爷爷的面，咱们好好算算。这笔账今天当着皇爷爷的面，咱们好好算算。好妹妹，3年不见，你还是这么慧眼。冰河里救人的是我，替王爷瞎读写的也是我。你偷了我的玉佩，偷了我的恩情，现在还偷考题，你可真是什么都偷啊！通敌叛国，私通北蛮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拿下！打入天牢，3司会审。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啊！10万两黄金，朕1分不少赏给你。皇爷爷万岁！万万岁！不过你们俩当众搂搂抱抱，成何体统？罚款交到朕的司库。父皇，是他非礼我。皇爷爷，我作证，是老登先动手的，我已经罚过他500两了。罚过了，罚到哪边？朕这边还没收到呢，再交500两。老登2次非礼，扣银500。本王打了胜仗，抄了家产，救了媳妇儿，为什么最后欠了一屁股债？爹，认命吧，在我们家钱就是老大。各位父老乡亲，安王府反贪成果展，欢迎参观，摸一下金砖，只要1两银子。朕这个孙女是把抄家当产业来做了。回陛下，郡主说这叫反贪产业化，全民监督制。现在开会，第1项议程：安王府财产清算及债务重组。念账。据统计，今日查抄永王司库及户部尚书府，共得赤金105万两，扣除上缴国库部分，小郡主抽成10万零5千两。我发现的地宫，那10万两算我名下，5千两零头给小唐买糖葫芦。驳回。娘，你刚才在城门口试图偷窃赃款，按安王府家规，
没收作案所得，并处以10倍罚金。你是我10月怀胎生下来的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少打感情牌，看看这是什么？羊脂白玉并蒂莲花镯1只死当，换烤鸭10只，烧鸡2只，弃书。你把爹给你的定情信物当了换烤鸭，这严重损害了安王府的品牌形象和爹的精神健康，精神损失费、信物折旧费加起来一共2万两黄金。从你以后的月历里扣，你现在是个富婆。王妃离家3年，毫无音讯，回来便想分家产，哪有这等便宜事？爹，你也别笑。啊！安王萧默寒3年代工不理家政，导致王府险些破产。伤残期间耗费汤药费9000两，加上今日在城门口当中非礼王妃2次，罚银1000两，合计欠郡主司库1万两。本王那是经脉受阻，并非伤残。至于城门口，那是本王在查验王妃是否夹带赃物。狡辩，态度恶劣，罪加一等。你的私房钱全部没收。本王没有私房钱。床板底下那个暗壳里的2000两银票我已经拿走了。本王没有私房钱。床板底下那个暗壳里的2000两银票我已经拿走了。好啦，财务问题清算完毕，安王府目前由我全资控股。哥，走，去后院地窖看咱们的新金子。现在没有外人了。苏映雪，这3年你到底去了哪里？苏妹冒领了你的救命之恩，在京城招摇过市，永王造反，断肠牙设伏。你既然活着，为何连个口信都不送回王府？你知不知道，本王这3年，那3年坐在轮椅上，被狱毒反噬，被丧妻之痛折磨得生不如死的日日夜夜。你以为我当年是故意跑的？3年前，冰河之中，我替你吸出寒毒，将你推上岸。就在我准备上岸时，岸边树林里冲出3名绝顶杀手，不是永王的人，他们的武功路数极其诡异阴毒。北蛮皇室禁卫，血狼卫。没错，那3个人招招毙命，我中了他们一刀。借着冰河水流急，一路顺流而下，9死1生才逃过一劫。等我养好伤潜回京城，苏妹已经成了你的救命恩人，风光无限。所以，你这3年一直潜伏在暗处查北蛮的暗桩。是，你以为永王造反只是他个人的野心，苏妹私通外敌只是为了虚荣，你错了。国子监，孔方正，我查到线索。孔方正身边的心腹极有可能是血狼卫的高层，他们不仅在国子监内倒卖考题，甚至在暗中进行某种极其危险的渗透。苏妹被打入天牢，永王废了，北蛮的暗线断了2条，孔方正一定会狗急碰墙，尽快销毁国子监内的证据。所以我们得赶在他动手之前拿到实证。国子监守卫森严，暗桩密布，直接带兵查抄，只会打草惊蛇，让他们毁尸灭迹。苏小棠，明日的国子监月考，没有比一个3岁学童光明正大进入国子监，在考场上搅动风云更合适的掩护了。苏小棠，大半夜你不睡觉，翻什么窗户？哎呀，走正门多慢啊！万一你们谈完了分赃不均打起来怎么办？本宝宝的财产还没过户呢。你大晚上爬窗就为了送只死鸽子？娘，你这眼神不行啊！重点不是鸽子，是这个。这是上面的8个点，对应着国子院里的8个地方。中间这个圈圈就在明伦堂讲案下面。北蛮那帮人把窝点藏在那儿了。你们看啊，明天月考我要打脸萧灵儿，这是体力活，还要顺带帮你们扫平北蛮细作。
这是高危工种，万一被坏人发现了，我这颗聪明的小脑袋可就保不住了。所以，安王府名下的京城32家商铺地契，明天一早就过户到我名下，否则这月考我就不去了。你们自己想办法混进国子监抓坏人吧。你个大孝女，明日一早带着地契去国子监，赶考输了，本王大折你的腿！嘿嘿，过户契文本宝宝已经带来了，爹，是签字画押还是按手印？安王府名下的京城32家商铺地契，明天一早就过户到我名下，否则这月考我就不去了。你们自己想办法混进国子监抓坏人吧。收好你的契书，明日进了国子监，要是搞不砸孔方正的场子，查不出东西，本王亲手把你和这些破事一起点了。老登，格局小了不是？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我这里装的可是京城32家旺铺的产权，从今天起，请叫我苏半城。走喽，回去睡觉去了，明日还要上学堂呢。你真放心让他去探血狼卫的窝点？暗影卫和龙贤卫已经在国子监外围布下天罗地网。孔方正以为苏妹进了天牢，他能在考场上拖延时间，毁尸灭迹。本王明日就让他看看，什么叫引狼入室。苏小棠，你这个野丫头，别得意！今日月考是国子监历来最难的策论和算学，你连字都不认识几个，我看你怎么赢我！虽然安王府现在势大，但这毕竟是学术考试，学问这种东西做不了假。哥，今天太阳有点大，给我扇一扇。那是长乐街万宝楼的地契，旁边那张是东市最大钱庄的房契，30多张全是大印，这是把半个京城的商铺都买下来了吗？读4书5经，日夜苦读，你读一辈子书，最后还不是削尖了脑袋考功名？考上功名还不是为了买宅子？本宝宝今年3岁，名下已经有32家旺铺了，你考个第1名，能买得起我家里的一块茅厕砖吗？穷就多喝水，少说话。哥，进场，看本包租婆今天怎么教他做人。穷就多喝水，少说话。哥，进场，看本包租婆今天怎么教他做人。昨日苏妹落网，北蛮细作网，便临全面崩塌。今日必须将地下密室里的名册和信件全部烧毁。发卷。老德，你的脚是不是有羊癫疯？抖什么抖？苏小棠，考场重地，不得喧哗。哥的题早做完了，我们交卷。半个时辰内不许交卷，退回去。绝不能让人靠近墙台，只要再给我半刻钟，一定能踩开那个机关。极品千年沉香木，市场价1两木头10两金子。孔老头，昨天黄爷爷说了，国子监包庇舞弊，这里的所有资产都要查封。你面前的这张奖案归我了，我现在就要把它搬走抵债。荒谬！这乃是太祖皇帝御赐的奖案，你敢动一下，便是谋逆大罪。来人，把他插出去！谁敢进谁死！你面前的这张奖案归我了，我现在就要把它搬走抵债。荒谬！这乃是太祖皇帝御赐的奖案，你敢动一下，便是谋逆大罪，还不速速退下！少拿太祖压我！
我手里有黄爷爷的金牌，他是活的。给我开门！哇哦，这藏得够深啊，全是信，一文钱都没有。完了，全完了！数十年的潜伏毁在了一个3岁丫头的野蛮砸桌子上。拿命来！休得伤人！完了，苏小棠，今日完了！行刺皇族已是死罪，如今还劈坏了御赐金牌，这是诛九族的大罪呀！好你个老登，你敢划皇爷爷御赐的金牌，这是故意毁坏皇家最高级别财物，是对大前皇权的物理挑衅。金牌回修费、炸教费，外加本宝宝差点被你吓死的心灵创伤、精神损失费，一口价赔10万两黄金。支持现银结算，没有现银就拿你名下地契抵押，少一个铜板我掀了你家祖宅。庶子欺人太甚，老夫今日跟你同归于尽！本王的女儿，你也配动武？伤到哪没？刚才有没有被毒气侵体？哎呀，别捏了，衣服要皱了。爹，别转移话题，那老登刚才抓坏了我的金牌，加上精神损失费，一共欠我10万两，欠条你拿好。等会儿龙翔未来抄国子监的家，记得第一时间从赃款里把本宝宝的提成和这笔赔偿金扣出来。我动用10成功力破门救人，生怕这丫头有半点闪失，结果她脑子里只有10万两黄金。苏小棠，这是北蛮皇室禁卫的地下老手遗。户部、兵部、吏部，几乎牵扯了小半个朝堂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！这些可都是行走的提成啊！爹，还不赶紧摇人来吧！对，这上面不仅有北蛮血狼卫的交接案件，还有当朝太子东宫的死账。原来这条鱼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呀！爹，东宫有钱吗？要是他比永王还有钱，抄太子的家提成能不能算20%？